我跟陆晨爱情长跑10年，一起创业打拼，为了抢订单，我被客户灌酒开玩笑，还几次胃出血送进医院抢救。员工都以为我是陆董手下的销冠，却不知我是他的恋人。他承诺公司上市那天就会跟我求婚，直到庆功会上，我亲眼看到他抱着喝醉酒的女下属吻下去。陆董，萱姐好像对你有点意思，那我呢？齐轩不过是个跑业务的小员工，陆太太若不喜欢，开了他就是。我颤抖地发送了辞职通知书。等我离开后，公司的业务线全面崩盘，合作被取消，面临破产危机。陆晨恼怒地堵到我家门口：齐轩，别闹了，跟我回去整顿公司。我笑着推开他：我的公司刚上市，陆董别开玩笑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亲一个，亲一个。从医院赶到庆功会门口，就听到同事们在起哄。透过门缝看去，我的男友兼老板正在跟女下属白冰当众接吻。白冰两颊酡红的靠在陆晨胸前，软声撒娇：陆董，都说萱姐暗恋你，那你是喜欢她还是喜欢人家？齐轩不过是个跑业务的小员工，陆太太若不喜欢，开了他就是。里面再次响起一阵暧昧的起哄声，我的心宛若被针刺痛，一时间有些难以呼吸。我跟了陆晨整整10年，陪他白手起家，打拼到今天。他让我隐瞒恋情，等公司上市，就会为我准备一场浪漫的求婚。于是我拼了命的跑业务，终于帮公司成功上市。就连上市庆功宴这天，我都还在陪客户喝酒，喝到胃出血，被送到医院抢救。清醒过来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去庆功会。我满心欢喜，以为终于要迎来陆晨精心准备的求婚，可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他一句讥讽：他不过只是个跑业务的小员工。其他同事跟着笑话我，说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一个老女人还敢对年轻帅气又多金的陆董有非分之想。全公司跟陆董最配的就是人事部年轻貌美的小助理白冰。陆晨始终没有维护过我半句，我心如刀绞，深吸了一口气，推门而入。嘈杂的议论声戛然而止。白冰挂在陆晨脖颈上吹热气，看到我进来，语气含着一丝挑衅：萱姐，刚才陆董说不喜欢你，你就别痴心妄想了。陆晨向来洁癖，却纵容他涂满粉底的脸贴着他，哪怕见我进来，手掌依旧毫不避讳地搂着他的腰，丝毫不怕我会误会。为什么迟到？公司通知你看不到？陆晨冷淡地质问我，充满老板对下属的压迫感。其他同事都幸灾乐祸地看我，我的手心几乎攥出血来，强忍着酸涩的泪意，沉声道：陆董，庆功会前我说过我有合作要谈，倒是老板你跟女下属当众搂搂抱抱，合适吗？所有人都惊得倒抽凉气，没想到我胆大到敢硬刚老板。陆晨的脸色瞬间沉下来，那是他发怒前的征兆。这时白冰忽然走上前，猛地给了我一巴掌，盛气凌人道：老板的事轮得到你这小员工说3道4吗？全场吓得不敢发出半点声音。我被打得踉跄几步，反应过来，抬手就要扇回去，陆晨竟走过来，一把将我甩开，我摔了出去，撞翻酒柜，摔在锋利的玻璃碎片上，扎得满手是血。陆晨脸色微微一怔，却很快恢复冷漠。白冰表情更加得意，居高临下的讥讽我：像你这种分不清大小的员工，还敢动手打我？我可是未来的陆太太，你将来的女主人。我本就疼得脸色惨白，
听到这句话，更是难以置信地瞪着陆晨。他说的是真的。陆晨声音沉了几分。齐经理，你还无权过问我的私事。我的心瞬间被巨锤重击，一种苦涩绝望的感觉席卷胸腔。10年青春，10年心血，却无权过问他的私事。呵呵，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地流下来，又哭又笑。全场人都用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，白冰却翻了个白眼，挽着陆晨的手臂撒娇：“陆董，你看他那副模样，跟鬼似的，真瘆人，不如把他开除吧。”不等陆晨回应，我哑声道：“不用。”我主动辞职。我从玻璃碎片上缓缓起身，满身的狼狈，却无一人来扶我。陆晨凝眉，看我的眼神更加厌恶。做出这副模样给谁看？辞职是吧？你别后悔。我转身，头也不回地走出大门，声音低沉决绝。我齐轩做决定，从不后悔。关上门的刹那，我听到椅子被踹翻的动静。陆晨生气了，他向来不喜欢被人威胁，可这次我是认真的。离开庆功会后，我直接线上提交了离职，接着打车回公司收拾东西。公司空荡荡的，灯也没开，所有员工都去参加庆功会了。我看着里面的每一样东西，从公司选址到办公物品的采购，甚至到装修风格，都记录着我跟陆晨的点点滴滴。当初陆晨刚创业时，只有10平方的房间，我跟他2个人，我们互相鼓励。他在公司对接，我负责跑业务，硬是用2个人创造出了10个人的效益。后来公司赚到钱，我们开始雇员工。那时我天真的以为我是在为我们2个美好的未来而努力，可如今公司终于上市了，美好的幻想也彻底破碎。我默默收拾我的个人物品，心痛得难以自洽。10年，整整10年，我为公司，为陆晨付出了我的心血，我的所有，现在换来的却是扫地出门的结果。我不甘心，凭什么我的青春和心血要白白地送给陆晨和白冰？我这10年又算什么？我越想越难以接受，擦干泪水，把东西扔在原处，直接打车回家。我跟陆晨同居多年，早已形同夫妻，既然要分手，我必须要让他给我个明确的交代。到了家门口，我用指纹识别门锁，推门进去，可下一秒，整个人就僵在了当场。陆晨靠躺在沙发上，搂着白冰吻得沉醉而忘我，就连眼角都不经意间泛起了情动的红晕。被开门声打断，白冰满脸红晕地抬起头，认出我时，表情震惊：“齐轩，你怎么跟狗皮膏药似的，死缠着陆董不放？滚，赶紧滚，否则别怪我告你私闯民宅，让你蹲监狱。”我看着他这副兴师问罪的模样，好像他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。或许是失望到极致，我反倒没了愤怒。我语气淡淡地道：“白冰，在我没搬出去前，你还没权利让我走。现在我有事要跟陆晨说。”然而白冰却没听懂我话里的意思，冷笑起来：“陆董，你听啊，齐轩把你家当成自己家了，真是脸都不要了。齐轩，你撒泡尿照照镜子，看看你是个什么东西。”陆晨靠在沙发上，把玩着白冰肩头的发丝，任由他对我辱骂。我终于意识到，他不打算为我的身份做介绍。我开口打断白冰：“需要我报警证明吗？”白冰看我冷静的态度，联想到我轻松开门，有些狐疑地看向陆晨。陆晨脸上有些烦躁：“齐轩，你究竟想要怎么样？”我看着他眉宇间难掩的不耐烦，心更加冷了。“陆晨，我跟了你10年，帮你公司成功上市，就算是分手，难道你不该跟我好好说清楚吗？”陆晨眉头皱起来：“
声音沉冷：“齐轩，你年纪不小了，有些话就算我不明说，你心里也该有数。恋爱10年，你的青春宝贵，我的时间跟你等价，互不亏欠。至于公司，当初创立之初，我陆晨就是唯一的老板，你不过就是我手底下的员工，哪个月的工资和提成，我少发你了。”听着陆晨凉薄的话语，我愣住了。直到此时此刻，我才发现，这些年来，我就像个小丑。我以为自己这么努力，是为了爱情，在陆晨眼里，我不过是个给他打工卖命的员工。一时间，我竟无话可说。陆晨见我不说话，继续冷声道：“我说过，你敢提离职，就不要说后悔。我会让财务打一笔裁员补偿款，我们好聚好散。”白冰总算看明白我跟陆晨的关系，脸上更加得意，忍不住讥讽道：“齐轩，就算你跟了陆董10年，又怎么样？最后什么都不是。现在配得上陆董的只有我，你呀，就别死皮赖脸待在这了，影响我们的兴致。”这时，我终于找回了自己的声音，心里竟然有些如释重负。也好，那就好聚好散吧。我转身走到门口，又回头补充一句：“安全措施在柜子2层。”完事记得把我指纹删一下。关上门的瞬间，陆晨不悦的吼声传出来：“滚！”离开陆晨家后，我茫然地走在大街上，身边人来人往，却不知哪里才是我的方向和归宿。10年来的点点滴滴不断浮现在我脑海。我初次见到陆晨，在大学报到那天，他穿着一身干净的休闲套装，又高又帅，在人群中白得发光。学院里不少女生都讨论他，说他叫陆晨。再次见到他，他却满脸是血，躺在黑暗的草丛里，生死不明。我吓得不轻，带他去医院，路上才知道他被霸凌了。学校有个白富美的学姐看上陆晨，想跟他谈恋爱，被他拒绝后恼羞成怒，就叫人教训他。那时我年轻气盛，去找学姐理论，让他不要再找陆晨的麻烦。我也喜欢陆晨，你有本事就冲着我来。没想到学姐竟真的不再纠缠陆晨。从那以后，陆晨开始主动跟我亲近，经常打工帮我买饭送礼物。我们恋爱了，大学4年非常甜蜜。临近毕业分手季，陆晨告诉我他要创业，他不想做底层人，他想出人头地，成为有钱人，给我幸福。于是我跟着他开始创业。我们为了攒创业基金，住过地下室，跑过外卖，发过传单。最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甚至一起分吃泡面，在水龙头喝水。他心疼我为了他吃这些苦，每次都会发誓一定要给我幸福。我经常畅想公司上市那天，他给我准备的大钻戒。可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当初那份真挚的爱早就被消磨殆尽。我们长跑10年的爱情终究画上了句号。从天黑走到天亮，我的眼泪流干了，爱情也彻底死去了。我努力振作精神，重新租了个公寓。我每天都在买，为新家装饰做规划。我的闺蜜楚晓听说我跟陆晨分手，连忙来安慰我。她以为我会一蹶不振，可没想到我的精神状态反倒比之前还要好。见我没事，闺蜜又主动邀请我一起创业，我毫不犹豫答应了。这10年来，虽然付出了青春，献祭了爱情，可我换来了丰厚的工作经验。闺蜜的创业条件比陆晨起步要好得多，我每天沉浸在工作里，忙得不亦乐乎。这段时间，除了陆晨通过离职审批的消息，他再没有联系我。就在我以为生活要进入正轨时，陆晨的秘书给我打来电话：“萱姐，你回公司一趟吧，之前公司跟上云集团的合作是你负责的，
现在合作到期，对方听说你不在，不打算续约了。我听着觉得好笑，我已经离职2个月了，你们公司的事自己内部处理。就在我准备挂电话时，陆晨的声音从那头响起：齐轩，我不想听任何理由，马上回来把续约搞定。陆晨理所当然的使唤，更让我觉得可笑了。他是舔着哪门子的脸要求我做事的？齐轩，说话，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是你故意在里面捣乱。我跟你已经分手了，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引起我的注意，我都不可能跟你复合。听到这，我这才算明白陆晨的底气来自哪儿。他竟然还以为我对他念念不忘，就连尚云不跟他续约，也以为是我撺掇的。陆董，我想你是误会了，别说这些没用的，你不过来也可以。明晚8点，富豪酒店，你把尚云的方董约出来，我亲自跟他谈。另外，该送的礼你提前安排好，回头去找财务报。不是，我的话还没说完，陆晨就挂断了。我盯着手机愣了好几秒，怎么都没想到陆晨现在会变得这么膨胀。不是，他凭什么以为分手2个月，我还在原地等他？就在这时，闺蜜给我打来了电话：轩轩，明晚在富豪酒店开个包间，我介绍几个客户跟你认识。巧了，竟然也在富豪酒店。陆晨的命令我不听，可闺蜜组的局我当然要去了。第2天晚上，我化上全妆，盛装出席。就在我走进酒店大门时，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惊叫：齐轩，真的是你这个老女人啊！昨天电话说的那么厉害，我还以为你有种，不帮公司续约呢，没想到你还是对陆董念念不忘。你怎么这么贱啊？白冰穿着深 V 礼服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朝我走过来，她满脸鄙夷：你该不会以为你帮了陆董这次他就会跟你和好吧？你可是别做美梦了，我已经被陆董任命为人事部主管，我们正式交往了。哦，对了，陆董家你那些东西我都扔进垃圾桶了，你该不会生气吧？看他这副浮夸炫耀的表现，我心里纳闷，陆晨审美降级也太离谱了。白冰以为是戳到我悲伤的心思了，笑得更加得意。不过你也别太难过，陆董说了，只要你帮忙成功续约，就让你回公司继续做事，给我当助理。正说着，陆晨西装革履，大步走过来，白冰赶紧迎上去，挽住他的手臂撒娇：陆董，你说齐轩回来是不是派给我当助理，让我使唤？陆晨纵容地点了点头，抬眼看向我时，目光变得倨傲冷漠。方董人呢？我不是说让你把他约过来吗？见他这副高高在上的态度，我正想狠狠对回去，这时身后忽然传来闺蜜的声音。闺蜜身旁跟着几个老板，边走边朝我挥手：轩轩，你看这是谁？方董刚才跟我说，他早就跟你合作过呢。方董正是拒绝跟陆晨公司续约的尚云集团董事长，没想到竟然是闺蜜请来吃饭的客户。我连忙走过去打招呼，只见方董笑呵呵地拍了拍我的肩膀：小齐呀，我一听楚董说你是合伙人，当即就拍板合作了。我说过，以后尚云集团的合作只认准你。听说你在上家公司受委屈才离职的，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跟他们续约的。我有些受宠若惊，没想到方董拒绝续约，还真是我的缘故。正要跟方董寒暄，陆晨大步走了过来，他冷冷地看了我一眼，跟方董打招呼：方董，我是陆晨，关于与贵公司续约的事情，希望您慎重考虑，不要听信某些人的挑拨离间。方董脸色顿时有些难看：陆董，你这话说的就有点难听了，我们公司可以让利5个点。陆晨直接打断，那自负的气势
扑面而来。他自以为这个条件方董不会拒绝，可他还是高估自己了。方董嗤笑了一声，似笑非笑地摇了摇头。陆董给出的条件无异于割肉相赠，可不好意思，我们上云还是不会续约。为什么？陆晨蹙眉，沉声追问。陆董，你们公司能把齐小姐这样的人才挤兑走，想必公司内部也是一团糟。当初要不是被齐小姐的诚意打动，我根本不会跟你们合作。如今齐小姐离开你们公司，更加证明你陆董的能力堪忧。方董这一番话，让向来自负骄傲的陆晨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一旁的白冰连忙道：方董，都是误会，我们陆董没有挤兑他，是他自己。方董直接打断：我不管什么误会，只知道齐小姐是个优秀的人才。当时为了帮你们公司拿下上云的合作，她每天都来找我求情。陆董，你可知公司有这样的员工是多大的福分吗？她几乎是为你卖命。也正因为她的坚持不懈，在我母亲犯病时，她及时叫了救护车，才让我方树今天还有母亲。齐小姐是我的恩人，陆董想要续约，除非是齐小姐亲自开口。陆晨握紧拳头，眼神冷冽如霜，将目光投向了我。他没有说话，但意思很明显，他是在催促我开口，跟方董谈续约的事。我直接装作没看见。陆晨脸色更沉了。齐经理，我给你涨薪50%，回来后你也不需要做白冰的助理，继续做你经理的位置。这副高高在上的态度，不像是挖人，反倒像是施恩。我笑了笑。陆董说笑了，我现在已经跟楚晓合伙创业，不会去你公司任职。创业？陆晨脸色微惊，目光死死盯着我的脸，似乎想看穿我。闺蜜挑了挑眉，走上前挽着我的手臂，笑道：是啊，陆董，现在小轩是我们公司的齐董，是老板，你凭什么以为他还会去你那小破公司卖命呢？你以为还是当初啊？陆晨终于意识到我真的重新开始生活了，正要说话，可闺蜜根本不给她机会，直接拉着我往酒店走。各位老板，快请进吧，我们到里面谈，别跟这种渣老板浪费时间。就在我们转身上台阶的时候，陆晨的声音再次从我身后响起：齐轩。我的脚步顿了顿，却没有转身，径直跟着人群进了酒店，甚至都不用回头。我都能想象到陆晨恼怒的表情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很少这样忤逆他的命令。白冰着急的跺脚：怎么办呢？陆董，齐轩他就是故意的，明明是他说句话的事，他肯定是想要挟你复合了。陆董，你千万不能让他得逞啊！就算咱们没了上云的合作，还有别的机会啊！明天我就去谈合作。齐轩能做的，我也一样能做。陆晨的脸几乎都沉得低下水来，拳头攥得咯咯作响。你若能谈成比上云更有价值的订单，给你副董的职位。白冰顿时喜出望外，连连点头，一把拉住陆晨的手臂，摇了摇：好了，陆董，这件事就交给我吧，今晚我还去伺候你，好不好？你还是好好想想订单的事吧。陆晨冷冷地甩下这句话，转身就走了。对于酒店外面发生的事，我都一无所知。我跟闺蜜在饭桌上跟好几位老板谈成了长期合作，公司初步发展方向也定下来了。结束饭局后，我回到公寓，洗了个澡，拿起手机的时候，才看到有10几个陆晨的未接来电。这一幕我都有好多年没有看见过了。上次还是我们公司刚创立，我去谈合作时，陆晨担心我的安全才电话轰炸的。后来我谈客户回家越来越晚，他却习以为常了。
不过这次我并没有打算打回去，只是躺着玩手机。可很快电话又来了，我想都没想，直接挂断，并顺便拉了个黑名单。然而下一秒，家门就被敲响了，沉闷的节奏，好像是陆晨。齐轩，开门！听到男人熟悉的声音，我只好起身开门。门一打开，陆晨就冷着脸质问我：“齐轩，你到底怎么样才肯帮忙？”我的脸色也沉了下来。陆晨，我说的话你是没听懂吗？你们公司的事不要找我，你故意演这一出，不就想表现得你很抢手吗？你真以为我看不穿你的心思，适可而止吧？齐轩，陆晨眼底满是烦躁和警告。这次回来，你做副董，白冰继续做助理，你搬回来住，我不会动摇你陆太太的身份。这个诚意够了吧？我难以置信地盯着陆晨，没想到他竟然无耻到这种地步。陆太太的身份，我们的爱情，对他而言就是交换利益的筹码，还不够。好，这个是你梦寐以求的钻戒，明天就去领证。现在的诚意够了吗？陆晨一把掏出钻戒盒，重重拍在我面前的桌子上。他咆哮着，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厌恶，仿佛这一切都是我逼他做的。原来他知道庆功会那天我在等待着什么，原来他明白我梦寐以求的就是跟他结婚。他不是忘了，他明明记得很清楚，可他还是故意装作不知道，甚至故意在我面前跟白冰接吻。我失望地看着陆晨，这个我爱了10年的男人，打心眼里觉得恶心，甚至有种作呕的冲动。你滚，不要让我再看见你，滚！我厉声喊道。陆晨被我的反应震惊了几秒，头一回露出不解的表情，但他很快又恢复冷漠。齐轩，我只给你1天的考虑时间。说完就转身出了门。我迅速冲过去把门关上，下一秒就控制不住地冲到卫生间呕吐。我的眼泪到底是决了堤。等我恢复好情绪，手机再次响了起来。我想也没想就要挂断，可忽然想到已经把陆晨拉黑了，这次是我妈打来的。轩轩，最近妈也没敢问，陆晨跟你求婚了吗？我妈也知道陆晨公司上市那天他就会跟我求婚，所以也没催我。我强忍着哽咽的声音，我跟他分手了。妈，后来的时间是我妈单方面对陆晨的咒骂，骂他跟我谈了10年恋爱，却拖着不跟我结婚，骂他忘恩负义，不是东西。可能是我妈骂得太痛快了，我心里反而也没那么难受了。电话的最后，我妈命令我明天务必回家一趟，我还没问为什么，她老人家就把电话给挂断了。没办法，第2天我乖乖回了家，只是一进门就看到我妈跟邻居阿姨在客厅聊天，旁边还坐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。男生看起来身高有1.88米，小麦色的皮肤，浑身都洋溢着少年感。轩轩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人家帅帅都等你好久了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男生就主动朝我走过来，笑着道：“齐轩姐，走吧，我们下去吃饭。”我不明所以，被他带到了附近的饭馆里。不知怎么的，这眼前的小男生看着有点眼熟，却想不起来在哪见过。这时手机里又接到我妈的微信：“这是妈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，秦帅，才23岁，你好好表现，拿下小狼狗。”我顿时有些尴尬，原来这是来相亲的呀。等男生点完了菜，我才主动开口：“秦帅是吧？我比你大6岁，可能你家还不清楚情况，咱们不合适。等会吃完饭，咱们就回去吧。”轩姐，你真的把我忘了吗？秦帅弱弱地说了句，声音还有些委屈。我没反应过来，咱们以前见过。秦帅这才委屈巴巴地说出来：“
原来他就是以前住我家楼下的弟弟。当初高中报考志愿，还是我妈把我叫回来帮忙参考的。当时陆晨也提了意见，记得以前他长得只到我的肩膀，没想到现在直接长成大人了。我突然有些放松下来，好笑道：“时间过得真快，帅帅，你要是不说，我还真不敢认。现在还在读大学吧？功课怎么样了？”秦帅表情有些无语，凑近我：“齐轩，你别把我当小孩，我是你的相亲对象，说不定以后还是你老公。”嘿嘿，我喝水喝到半截，差点呛到。秦帅连忙拿纸巾过来帮我擦。这时，身后那桌忽然响起砸东西的声音，还有一声女人的尖叫：“你敢打我？你知道我男朋友是谁吗？就是陆董。”好像是白冰的声音。我跟秦帅偷悄悄地转过头瞄了一眼，果然是白冰。白冰脸上巴掌印还没消，哭哭啼啼地打电话：“陆董，你快来，我被客户打了。他说想要订单，就要让我陪他睡，我不肯，他就打我。”就在盛德酒楼1楼，10分钟不到，陆晨穿着黑衬衣，步履匆匆地走过来。老男人见状，连忙吓得跑了。白冰冲过去，抱着陆晨的手臂，哭诉：“陆董，幸好你来得及时，不然我就要被他欺负了。”我静静地看着他们紧贴着的背影，忽然想起自己以前的待遇。谈客户难免会遇到难缠的，灌酒开低俗玩笑都是基本操作。有次甚至有个客户给我酒杯里放了东西，我吓得拼命呕吐，打电话向陆晨求救：“快来接我，有人跟着我。”结果陆晨却冷淡地说：“这点事情都解决不好，你还谈什么业务？我现在忙，没空去接你。”那次幸好是有人路过救了我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。可如今白冰一个电话，陆晨就这么快地赶过来，这种差距着实让我心里不甘。等我回过神时，才发现对面的秦帅一脸心疼地盯着我看。我连忙收敛了神色，笑了笑：“吃饭吧。”这时陆晨和白冰刚好从桌旁路过，目光注意到我时，停下了脚步，随即看向了秦帅。不等他开口，白冰就一脸夸张的惊呼：“齐轩，好巧啊！你该不会是在相亲吧？弟弟，你家里人也真是的，怎么给你介绍岁数这么大的呀？你长得这么帅，而这个女人，她都不知道为了订单跟多少人那个过了。”住嘴！陆晨和秦帅竟然同时发出呵斥。话音落下时，两人对视了一眼，目光里都有种愤怒对抗的意味。白冰吓得顿时噤声，秦帅一把握住我的手，就要带我离开。没想到陆晨竟然直接上前拦住了：“去哪？你的女人聒噪了，我带我女朋友回家，跟你有关系吗？”没想到秦帅这小子这么霸道，直接搂住了我的肩膀，我一时也没推开。陆晨看我的眼神满是愤怒，他咬牙切齿道：“小伙子，你还很年轻，齐轩给你多少钱让你在这演戏？我给你双倍，滚！演戏？我是真心喜欢齐轩的，我这辈子就认定他了。”秦帅霸道地看着陆晨，满是势在必得。陆晨怒的呼吸都有些急促：“小伙子，你只是想试试这种年龄大的女人吧？”话音刚落，秦帅狠狠一拳就揍了上去。年轻小伙的力道大得吓人，直接把陆晨揍得摔倒在地。谁也没想到他会突然动手。陆晨捂着脸，脸色黑得可怕，刚要说话，秦帅就大步走过去，拎起他的衣领：“陆晨，最没有资格说齐轩年纪大的就是你。”陆晨脸色微惊，忽然意识到什么，秦帅冷笑道：“还没认出来吗？我是齐轩姐楼下的秦帅，你跟他谈了10年，
却没有娶她，你有什么资格说她老？你这个畜生！砰的一拳，陆晨的嘴角出了血，白冰吓得尖叫起来。饭店的服务员赶紧过来拉架，秦帅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模样，大声笑着：“陆晨，你不珍惜齐轩正好，我来给他幸福。”我赶紧让他闭嘴，可陆晨却猛地走过来，恶狠狠地看着我：“你早就跟他勾搭上了是不是？所以才敢辞职，跟我分手？齐轩，真有你的，竟然出轨！”我已经懒得跟他解释什么，你爱怎么想怎么想。说完，直接拽着秦帅走出饭店，走到外面。秦帅认真地拉着我的手，正色道：“齐轩，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。我上去就敲了他的脑袋一下，叫什么齐轩，叫姐。刚才谢谢你帮我解围，但是谈恋爱什么的还是算了。为什么？咱俩不合适。我本以为这场乌龙就这么结束了，可没想到从今天起，秦帅真的正儿八经开始追求我，每天晚上打电话分享趣事，还送花、买奶茶。或许是他的出现填满了我的生活，我慢慢把陆晨忘到脑后了。1周后，陆晨再次找上了门，这次他胡子也没刮，看上去有些沧桑和疲惫。谈谈吧，齐轩。我想了想，还是答应让他到楼下咖啡店坐坐。我们面对面坐下，陆沉默了很久，才沉声道：“你跟那个男孩不合适。上次回去，我也反思过，10年爱情的确不容易。我们结婚吧。你如果不想管公司的事，就算了。”听到他的话，我有些意外，陆晨怎么会突然说出这些话？陆晨见我不吭声，继续道：“或许以前我的确有些腻了，白冰给了我新鲜感，让我忘记了过去的感情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别置气了，搬回去。”陆晨，我淡淡的打断了他：“我们回不去了。”陆晨忽然有些急了：“我不信，我们在一起10年，我不信你会这么快的忘记，我也不信。”我的话让他稍稍放松了下，可转而又说：“可是事实相反，离开你这几个月，我才发现没有你，生活反而更充足了。跟你在一起那10年，不是我想要的生活。”陆晨的拳头握得很紧，沉默了很久。“你还在怪我？庆功宴那晚没求婚，我已经跟你道歉了，你又何必这么斤斤计较？”我轻笑一声，摇了摇头，知道自己说什么也没用了。我起身离开。陆晨见状，又过来把我拦住，声音第一次有些颤抖：“你难道真的喜欢上那个小屁孩了？说话，齐轩！”我顿住脚步，转过身看他，笑了笑：“那小孩挺有意思的。”陆晨难以置信地后退一步，好像不敢相信，又好像很痛苦。我没再理会他，径直离开。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收到了陆晨写的小作文。他说他把白冰开了，因为他恃宠而骄，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，很多同事都怨声载道，怀念我在的日子。他也怀念我在公司时，他可以心无旁骛的工作。他回忆了过去我们从相识到分开的整个过程，有甜蜜，有心酸，有泪水。他说那些好像是上辈子的事，最近总在他脑子里浮现。他求我给他一次机会。我在手机上编辑了好久的消息，最终还是没有发出去。爱情有了隔阂，就永远回不到过去了。第2天，秦帅不知怎么打听到我跟陆晨见面的事，醋得不行。他硬是用撒娇装委屈这一套，把我们对话的内容套了出来。得知我没答应陆晨，高兴坏了。不知怎地，看着秦帅这有点幼稚的举动，我反而觉得很可爱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陆晨又来找过我几次，每次都能遇见我跟秦帅在一起。渐渐的，他也不再过来了。我专心搞事业，同时跟秦帅谈恋爱，公司越来越有起色。
可陆晨的公司却似乎面临了危机。自从白冰走后，跳槽到了另一家公司，勾搭上了里面的老总，把陆晨公司的骨干全都挖走了。陆晨忙于扩展业务，一时间也没留意，等全都离职时，已经晚了。有次跟秦帅逛街，意外偶遇陆晨的秘书，对方还八卦地告诉我：“萱姐，你可不知道，自从你走了，公司就垮了。陆董他脾气越来越大，逮谁训谁，经常拿新来的主管跟你对比。可他哪知道，你这样的优秀员工，这世界上也没第二个了，谁还能给他公司卖命啊？”经历这次，陆董才知道当初你谈下那些业务有多艰难。可惜呀，晚了。秘书幸灾乐祸地说着，还向我打听我公司要不要人了。我笑着说暂时不需要，等缺人会联系他。他这才喜滋滋地走了。接下来的半年，我一边忙着工作，一边应付我妈的催婚，彻底把陆晨忘了。再次见面是在秦帅秘密给我准备的求婚典礼上。秦帅这小子特别用心，事先让闺蜜瞒着我，带到了市里一家庄园，精心布置了会场。等我到的时候，我爸妈、朋友、同事、同学全都被请了过来。齐轩，嫁给我。看着半跪在地上的男孩，他看向我的眼神那么真挚，充满了炽热的爱。这一幕，我曾经在梦里渴求了整整10年，终于实现了。没想到，帮我实现的是另一个男人。我点了点头，忽然被这小子冲过来，抱着转圈。他激动地大喊：“太好了，齐轩是我老婆，齐轩是我老婆了！”等我被放下来的那一刻，我注意到了人群最外围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陆晨。我看到的时候，他已经匆匆转身离开，背影有些慌乱。我没多想，注意力很快被秦帅拽了过去。岁月很长，好在我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